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相信大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十年，也没有交过几次税。买车或者是房屋买卖呢，反正这一辈子也经历不了几次。每一次呢，就算交上几千块、几万块钱的税，其实凑合着还能接受，对吧？个人所得税呢，每个月扣个几十块、一两百块钱，那毛毛雨了。更何况呀，肯定还有大量的像三宇哥一样的屌丝，咱们呢连个税起征点都还没达到。那税收这个事情啊，跟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更没多少关系了。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2019年，中国的税收总收入是 15.8 万亿，其中呢有 3.7 万亿是企业上缴的所得税，两个数字相减以后还剩下12万亿。这笔钱呢，基本上就是老百姓给国家贡献的。平摊到咱们14亿人的头上呢，每个人就是8500块钱。各位朋友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或者是你周围的熟人朋友，你看见过谁揣着8500块钱给他交到税务局去吗？似乎也没有，对吧？那国家这些钱从哪儿来的呢？这就和中国比较隐蔽的税务制度有关系了。中国主要执行的是间接税，这样的税呢，它并不直接从消费者、从老百姓的手上去收。也就是说，你在商店啊、超市啊看到的商品价格标签上是税后的价格，买完东西结账就走，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纳税。而事实上呢，消费税、增值税以及一些附加税和费等等的这些呢，已经在生产流通的环节就被国家从企业收取了。这样的税呢，是具有转嫁性质的。等到老百姓掏钱开始买东西消费的时候，企业再从这里边把曾经交过的那些税的钱给拿回来。宗庆后曾经说过啊，他每生产并且卖出去一瓶娃哈哈，其中都包括了300多种税费。曹德旺也说过，他生产出来一块汽车挡风玻璃，68%都是要交给国家的税。当然了，他们交出去的这些税里边呢，大约有一半在消费者付钱购买的时候呢，又能回到他们的手中。从这里啊，咱们就能看得出来了，无论朋友们有没有去交过个人所得税，或者说是交多交少，其实上那对于国家税收来说都是很小的一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呢，都是附加在商品上的，比如说消费税和增值税。请朋友们记住这一点啊，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最重要的纳税人。在我做记者的这个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坎儿。我记得在2000年初左右，说所有的稿件中不许出现纳税人这3个字。那我说有没有纳税人呢？他说那当然有了。那为什么不能出现呢？他说如果老出现，这些纳税人就会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我们消费的时候该交给国家多少税呢？那下边我就给朋友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便利店买了一包万宝路香烟，售价是24块钱，其中呢3块6毛2是增值税，9块2毛2是消费税，2块06分的进口关税，还有1块5毛4的各项附加的杂税。所以呢，这包24块钱的万宝路香烟里边，16块4毛4都是交给国家的税，占比约为 68.5%。香烟真正的价格呢是7块5毛6，就算是这里边其实上还预留了零售商 10% 的利润，还有进口商 10% 的利润。所以呢，真正从美国的卷烟厂拿到手的时候，这包香烟啊只用花3-4块钱人民币。可能有朋友会说，这是进口香烟嘛，它关税会收得很高。事实上呢，关税在这包香烟24块的售价当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仅仅是2块钱。如果您喜欢抽的是国产的香烟，然后呢，您也好奇这包香烟在进入市场流通之前，它的出厂的成本价是多少，那您按我这个比例可以初步算一下，结果基本上也是准确的。再打个比方，我们现在购买一辆排量 1.6 的家用型汽车，到手价格呢是15万元，其中呢就包含了5100块钱的消费税，17000块钱的增值税，1万块钱的购置税，3项税加起来呢大概是32000块钱。这几项税加在一起啊，几乎上占了总售价的 26.67%。如果还要开车上路，那还有每年的900块钱的车船使用税，700的交强险，7块多钱一升的汽油里边呢，3块钱也是税。上了高速呢，过路费综合算下来差不多5毛钱1公里。所以啊，我代表国家感谢各位朋友，你们踩下去的每一脚油门有半脚都是交的税。你们走过的每1000公里高速公路，那500块钱的过路费其实也是换了一个名字的税。车说完了，那咱们还得来看一下房子。房子里边的税那可就更多了。曾经有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朝阳区售价23000块钱1平米的房子里边，真正的建筑成本其实只占3500块钱1平方，土地费用占了6000块钱，剩下的1万多块钱全都是数不清的各种税费，大概占了整个房屋售价的50%还多一点。
这些税费呢，被市政、环保、绿化、城管、消防、人防、地震、气象、教育、文物、水利、安监20余个政府部门所瓜分。更有甚者呢，连电信局都要来分一杯羹。其中呢，就包含了土地出让金、双重配套费、蓝图审查费、规划设计费、人防费、工程造价咨询审核费、室内空气检测费、劳务咨询费、职工培训费、安全施工措施费、散装水泥推广费、预售许可证服务费、房屋面积界定费、房价审查服务费、管线综合竣工图设计费、电力委托费等等等等50多项费用。地产开发商呢，还要去交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教育附加费等等等等。这些税费全部都要融合进房价里边，最后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所以说啊，如果土地不要钱，并且不用交税，那咱们聘请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只要3500块钱就可以为咱们盖房子了。所以说啊，凡是拥有房产的朋友们，你们的房价里边有一半是用来交税的。以后啊，理直气壮的向所有人说，我是公民，我是纳税人。为了算清楚咱们纳的税养活了多少个公务员，那乌鸦三语和大家进一步来计算一下，房价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咱们不算最贵的，取一个中间值。根据中国科学院预测研究中心的报告，2020年全国房地产的均价是9753块钱一平方。考虑到还有其他的杂费以及配套费，那咱们就按1万块钱来算。如果我们买一个2居室的80平方的房子，按照前面的计算比例，其中40万块钱都是作为税费交给国家的。那40万块钱咱们能养活多少个公务员呢？我们接着再来计算一下。有一份2019年的调查报告，1线城市的公务员收入大概在9到12万之间，2线城市大概在7到10万元之间，3、4线城市大概在4到8万元之间。考虑到3、4线城市的人口是占了绝大部分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取3、4线城市的最高工资8万元每年来做全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对照。那咱们买一套80平方的房子花了80万，其中40万是税费，那我们用40万块钱可以养活一个公务员5年。所以朋友们啊，下一次再遇到在你面前张牙舞爪的公务员，我建议你啊，直接一拍桌子把他怼回去，我是你的衣食父母，我是纳税人。从前年开始吧，这个又不让说公民这2个字了，说我们没有公民，我们都是人民。可是我们宪法上写的我们是公民。曾经啊，北京的王府井书店为了普及公民意识，他们呢在购物的小票上把书价和税金分开列出来。比如说10块钱的图书，小票上就会打印出来，书价8.7元，税金1.3元。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呢，许多的消费者拿着小票又找了回来，他们不满意的说，这个税是你们企业需要去交的，为什么要转嫁到我消费者的头上？我在其他书店也不用交税啊。书店呢一次次不厌其烦的解释，但终究是架不住回来问的人太多，已经影响到了收银台的运作，所以最终不得不取消了。再后来啊，南京的金润发超市也这么做了，不过结局跟北京王府井书店一模一样。那问题来了，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去刻意的回避，比如说纳税人、公民这样的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呢？我们先得知道公民是什么意思。公民这个概念啊，最早是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啊，都自行管理自己这个城市的事务，这些事务是由公民共同来决定的。那个时候的公民呢，是把孩子还有妇女是排除在外的，因为成年的男性可以变成士兵保卫自己的城邦，并且可以去耕种来养活自己的人民。所以说呢，对自己的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叫做公民。这个概念延续到了现在，通常都认为只要你纳了税，你就是公民；只要你参了军，你就是公民，因为你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呢，所有的中国人民，只要你在消费，只要你纳了税，你就是公民。现在呢，每个国家对于公民权利的定义其实上都差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住宅不被侵犯，通信自由，还有通信的秘密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还享有监督权，这就包括了对国家机关以及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并且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面的，但是呢，他们通常就是一个屁。公民的权利呢，不但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它还受到了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所有缔约国的监督和保护。我们的政府总是说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啊、英国啊，在人权问题上说三道四，这就是干涉你的内政。
这些其实上都是中国政府在对自己人民的一种宣传，因为签了这个合约，如果你没有遵守，那其他的缔约国就有权利过来督促你、监督你，并且让你改正。那好，咱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公民以后，咱们就回到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上了，就如同小区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业主通过花钱来聘用一个物业公司，来保证自己家里的生活以及安全，这就是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在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里边呢，政府呢是可以被换掉的，就比如说我们常常描述的安倍政府啊、蔡政府啊，这些政府呢都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他们干得不好是可以被换掉的，就像换掉一个物业公司一样。通过能否把政府换掉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我们中国呢，当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吧？但是呢，我们的人民代表，他们只是一群呢手上戴着表，长得有点像人，只会投赞成票的举手机器而已。一旦有了一个换不掉的政府出现，那你说他们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最想干的就是让公民觉得是政府养活了你们这些公民，而不是公民养活了政府。感恩国家培养富有，感恩党的优良领导，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老师精心教导。这样的话呢，人民就会去感谢政府，因为他活着都是政府给你的恩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常有中国的人民在自己的人民政府下边下跪，这样荒唐的场景出现。如果大家都有公民的意识，那大家对这个国家就会有一个新的态度。那些所谓过当执法的城管，勾结社会势力违法拆迁的那些拆迁办公室的官员，当他们看到都是腰板挺得板正的公民的时候，他们还敢违规违法的去做那些龌龊的事情吗？当满大街都是拥有公民意识的人民之后，一个城管他能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吗？他还敢去殴打一个无辜的人民吗？他不怕被人民撕成碎片吗？当一个只会举手投赞成票的人民代表，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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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到他的家乡以后，如果他违背了家乡人民的意愿，那他又如何向他代表的人民、父老乡亲去做交代呢？如果人民走上街头，让这些不能代表自己利益、不能代表自己想法的所谓的人民代表让他们下台的话，那当他们下一次再举手投票的时候，还能那样无所顾忌的永远都赞成当一个投票机吗？肯定会有朋友不同意我这样的想法，因为你们会说，现在共产党根本就不让你集会，不让你说话，你甚至说错一句话都会来抓你，这不是正因为拥有公民意识的人少之又少吗？你看这些国宝，他请你到公安局去喝了茶，理由呢是你在网上又发表什么所谓不当言论了，公安局他当然有让你配合调查的权利，但他逮捕你了吗？他去让法院判决你了吗？没有，对吧？他所能做的就是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你写一份所谓的保证书，让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那咱们再试想一下，如果满大街都是拥有公民意识的人，当他在接到要配合调查的时候，来到公安局，把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摆在桌子上说清楚，我的哪一件事情，我说的哪一句话是触犯法律的，如果有，请你起诉我，请你拘捕我，如果没有，请让我离开。如果每一个被叫去喝茶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公安啊、国保啊，他们还能这样肆无忌惮地运用自己的公权力去做违规的言论审查吗？那10几亿张嘴啊，他们怎么审查？都抓起来吗？关在哪儿去？我觉得呀，解开中国困局的钥匙就在于公民意识的培养。你看，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人去推翻了满清，建立起了共和国，又被袁世凯复辟当皇帝，然后呢，国共内战，日本入侵，打完了2战，咱们接着国共内战，再接着呢，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一代一代的人堆起来的尸体，几千万的往这个坑里边填，我们一次次的去试错，一次次的从错误里边爬起来，我们一直在对抗的一个东西，就是当权力被少数人拥有以后所造成的这种不公平。我们生而为人，人和人之间需要绝对的公平，一旦这样的公平被打破的时候，那就是流血和冲突的开始。一旦在人民政府外边下跪的人们都已经无所畏惧的时候，那才是中国真正的灾难开始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在看我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去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去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普及开来，因为这样的话呢，要比仅仅是去抱怨，仅仅是去骂2句共产党要有用得多。好的，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请你点赞关注并且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 Peace。